看完这单假事，我就攒够学费，我一定要上清大。你好，上门服务。哎呀，石燕啊，你都30了，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，让妈怎么放心得下呀？妈，所以你就给我下药？我说过，那些为了钱坚信我的女人，我看一眼都嫌恶心。我不管，今天必须找颗小白菜把你给拱了，老娘我还等着抱孙子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No more sorries, no more pain, no more us for you to blame. 是媳妇又好，没错呀。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. No more sorries,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. 你就是我妈送来的解药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都上门服务了，还装什么清纯玉女啊？穿着校服，还拿着这个，挺会玩啊！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只是做宠物上门陪玩的，这是我买的狗链。怎么回事？我好热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真的是来做宠物上门陪玩的。不就是嫌钱不够吗？这卡里有100万，就当做是你的小费。咱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。你这种女人，我嫌脏。你个混蛋！This night seems to last forever。林同学，你怀孕了？什么？我怀孕了？什么？我怀孕了？所以刚刚我军训的时候昏倒，不是因为低血糖，是因为怀孕了。你不仅怀孕了，还是4胞胎。你自己看吧。那个，能不能不套了？不然会怀孕的。不行，我绝死。他居然骗我！长得挺纯的，没想到背地玩的这么花。农村人没见过世面，肯定是经不住大城市诱惑，出去卖了呗。林大学吧，你该不会是为了赚学费，把肚子都给卖了吧？喂，找你生个孩子要多少钱？要不要我找几个人照顾你生意啊？抢了我的全系第1，现在又被我抓到把柄，等着瞧吧！我会让你在京大的每一天都过得生不如死。都不是，再换。韦明洲，我让你找上个月来别墅帮我解药的女人，你找的都是什么东西？周爷，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，把老夫人那天送来的女人全都穿上校服站在这里了。真的
没有你要找的人吗？没有。那女孩纯的像张白纸，这句胭脂俗粉，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可是，确实没有遗漏了呀。会不会是您那天迷香戏太多了，出现幻觉了？其实，压根就没有这个人。难道他不是我妈送来的人？真的是我误会他了。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只是做宠物上门陪玩的。说他所言是真，那我岂不是做了禽兽不如的混账事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先生，刚才打扫卫生时，在您卧室床下发现了这个。京北大学纪念徽章。备车，去京大。是。周总，感谢您前段时间为我们京大捐楼，一件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苏校长，等您帮我找到这枚徽章的主人，我会出资为贵校再盖一座图书馆。这不是我们发给大一新生的纪念徽章吗？好不容易才攒够大一学费，现在要打胎，是不是就只能休学了？你个小贱蹄子，你还想上大学？我让你上，让你上大学，让你上大学！咱们家只有你弟一个人上大学就够了，你就别做梦，老实嫁人去吧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是啊，陈瘸子已经说了，只要你嫁过去，2年生仨，就给咱20万。20万呢？陈瘸子都快60了，还有艾滋病，你们居然想让我嫁给他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少废话，赶紧把他亏进来，送去瘸子家。好嘞。你们别过来！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嫁给陈瘸子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，还敢跟老娘耍心眼儿！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！给我追！走！我好不容易从那个狼窝逃出来，绝对不能回去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生活为我的戏份落泪更改，上一场是梦的独白，我们谈谈。下一幕就闹。妈，之前那个小白菜找到了。好，看你这段时间如此上心，怎么喜欢啊？之前不是说对女人不感兴趣吗？他不一样。既然喜欢，又已经生米煮成熟饭，那你就跟人家小姑娘好好谈谈，争取把人娶回家。加油，为娘看好你哦。人来了，我先不跟您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卫生间人太多了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，坐吧。林同学，首先我要向你道歉，那晚确实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你造成伤害，非常抱歉，我会负责的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做到。要求吗？4胞胎流产手术需要多少钱？居然要2万块！
上哪儿找这么多钱？既然是大叔让我怀孕的，那流产手术的费用，他是不是也应该一起承担？而且他看上去好像不缺钱。哟，这不是金荣熙那位未婚先孕的大学霸林雅雅吗？未婚先孕，她怀孕了。这就是把你肚子搞大的金主吧？肯定是一个发福油腻的糟老头子。姐夫，姐夫啊，你怎么到京大来了呀？是专程来看我的吗？大叔居然有家室！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居然是个已婚男。姐夫，你怎么跟这个小贱人在一起啊？你最好离他远点。她才刚上大一就怀孕了，肯定是个出来卖的，指不定身上有多少脏病。我没有。苏盼瑶，你仗着自己是苏家二小姐的身份，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同学，给林同学道歉。他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姐夫居然这样问他！林雅雅，你不会是想勾引我姐夫吧？你都怀孕了还不老实，你可真够骚的！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姐夫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取消和苏家所有合作。你给我等着！你怀孕了，跟我结婚吧，我会对你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的。他都已经成家了，还说这些话骗人，这种人还是离他越远越好。我没有怀孕，那些话都是苏盼瑶为了抹黑我在造谣。就算你没怀孕，那晚我们也……那晚的事情是意外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笔钱，我保证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你说什么？所以你和那些女人一样，接近我就是为了钱？林小姐的演技还真是炉火纯青，我居然差点都被你骗了。行，你要多少钱？2万。这卡里有100万，拿了钱滚得远远的，从此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滚！林雅雅，没事的，至少这样就能安心上学了。儿子，怎么样了？儿媳妇追到没有啊？是我看错眼了，她跟之前那些爱慕虚荣的女人没区别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谢主任，刚才来了个女孩要预约流产手术，四胞胎呢，手术难度太高，院长说让您亲自看一下。我知道了，让患者进来吧。好，我先接诊了，回家再说吧。不行，这臭小子好不容易有个看上眼的，不能就这么放过。喂，小魏，把那个小白菜资料发我一份。好的，夫人，发给您了。林雅雅，京北大学金融系1年级学生。进来。谢医生您好，我叫林雅雅。儿媳妇来找婆婆打胎，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坐吧。
这是我的孕检单。还真是4胞胎，孕6周，算算时间，不刚好是跟实验的那次吗？臭小子，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不告诉我。4个孕囊其实很难得的，而且胎心胎芽都已经可见了。小姑娘，你真的想好要打掉它们吗？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我家里不同意，他们要是知道我怀孕了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那为什么不跟孩子爸爸联系？他不管。什么？这个臭小子！谢医生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姑娘，我们需要采集一下你的血样，检测后如果各项指标合格，才能给你安排手术。好。你先去采血室抽血吧，有消息了我会立即通知你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采集林雅雅的静脉血，拿去和我儿子周实验的血样做个 DNA 检测，加急。克卢神仙、上帝以及老天爷呀，周家世代子嗣艰难，你们可一定要保佑这4个崽崽，可千万要是我们老周家的骨肉啊！阿弥陀佛，哈利路亚。瑶瑶，那不是之前勾引周莹那个林雅雅吗？她怎么鬼鬼祟祟的？哼，怀孕了不敢让别人知道呗。听说她被家里管得可严了，她爸妈一直想把她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，她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家里跑出来的。是吗？终于被我发现你的弱点了，林雅雅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疼。喂，是林雅雅的妈妈吗？我这儿有一件有关你女儿的大事，想跟您聊聊。你女儿为了赚学费出去卖身，被人搞大了肚子都2个月了，您还有心思打麻将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劝你还是尽快把她带回去好好管教，否则等事情闹大，她这辈子都别想嫁一个好人家了。我的天了！老林、小辉，我们马上去京市，把那个小贱人给我抓回来，直接送去瘸子家去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他。走。宝宝们，对不起，妈妈也不想和你们分开，可妈妈实在没有办法。臭丫头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妈，这么急叫我来干什么？我还有事要处理。你自己看。她居然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，还是4胞胎。那还能有假？要不是我多留了点心，我的4个好大孙呐，要被他们的奶奶亲手流掉了。2万，孩子可以生下来，我会给他一笔补偿，够他挥霍几辈子。但这种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女人，永远进不了周家的门。他拿你的钱是为了做流产手术，做一台手术能花多少钱？我给了他100万。周爷，刚刚收到一个快递，是一张银行卡，我查过了，就是您送林小姐那张，里面的余额还有98万。4胞胎流产手术做下来，费用刚好是2万。我就说，我看雅雅第一眼就觉得她是个好孩子，她才不是那种贪慕虚荣、没有底线的人。我居然又误会她了，还说了那么伤人的话。让你自以为是，现在追起火葬场了吧？真是的，好不容易才喜欢一个姑娘，赶紧想办法求原谅吧。快查查林雅雅现在在哪儿，我马上去找她。这个时间点，她应该在京北大学。走。周实验，你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儿媳平安接回来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你们来京大做什么？小骚货，你挺能耐的啊！这才来大城市几天，就让野男人把肚子搞大。要不是你同学通风报信，老娘还真以为你来京大是读圣贤书的，没想到你是周军出来乱。姐，既然你这么想生，那就回去嫁给陈瘸子，到时候
保准让你生有我。走，跟我回村。我不要，哎呀，走。雅雅，对不起，等找到你，我一定弥补我所有过错。从今往后，我都会把你绑在手心，再也不放开。周野，前面就是京大了。停车！要取京大附近所有监控，1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的位置。是。周野，不好了，林小姐被她家里人带走了。快追！小美人，你终于醒了呀！一路颠簸，累了吧？陈瘸子，哎，没礼貌！叫老公，你爸妈呀收了我的钱，你以后啊就是我的人了。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推你男人！来人，放我出去！小贱人，有没有人？放我出去！哎，妈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让我回京大上学吧！只要让我上学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你上个破大学有个屁用啊！整那3瓜2枣的，还不如早点嫁人来的划算。就是，你看陈叔，陈大哥，多抬举你啊！一出手就是10万彩礼，你就好好伺候伺候陈大哥，给陈家留个后，也不枉陈大哥那么疼爱你，不是？就是啊，留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孩子便是会传给下一代的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你们要这么害我？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妈，你们当初把他捡回来，不就是拿他换彩礼，供我上大学的吗？小贱人，今天你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现在就跟陈大哥圆房，等你们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你还怎么叫。姐，好好享受你的洞房花烛夜吧。来吧，小美人，让老公好好疼着你。周野，查到林小姐的位置了。林小姐现在正在小河村陈瘸子家，那个陈瘸子是个得了艾滋病的老头，现在林家人正逼她嫁过去换彩礼呢。所有人都到小河村集合，把陈家围死。要是亚亚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让他们在世界上消失。小美人，让老公好好疼着你。我怀孕了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周期孕检单，不信你看。他妈的，你还真是个二手货呀！林家妹子，你这事做的不地道啊！老子给了你那么些钱，你就弄这么个老破鞋来糊弄我呀？不行，我要退钱！小贱人，就知道换个好事。当年真不该把他抱回来，就该让他冻死在山里。哎呀，陈大哥，您别生气呀，我马上就把他肚子里的野种打掉，绝对不耽误你们陈家传宗接代。大不了你那10万彩礼，我给你打个折，8万啊，不，7万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行吧，抓紧把这事儿给我办干净了，别他妈耽误老子入洞房。好。姐，你别敬酒不吃罚酒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好的啊。小辉，把那碗给老母猪剁菜的药端来。好嘞。别怪我心狠，你是自作自受。放开我！你不要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就疼那么一小会儿，反正你肚子里怀的也是没爹的野种，早打掉，早省事。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野种，他有父亲，他的父亲是京师的首富，他要是知道你们要害他的孩子，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怎么是首富？那样的人物能看上你？别做梦了，给我把他摁住！好嘞！不要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给我喝！喝呀！喝呀！喝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雅雅，你怎么样？你谁呀你？凭什么来管我们的家事？我是他腹中孩子的父亲。他知道孩子的事。原来你就是那个野男人，看这架势是要带着这个小贱人走。行啊，没问题。陈家愿意出10万彩礼，你要是能出更高的价，我就让林雅雅跟你走。我们把她养这么大，不能白忙活，是吧？林大妹子，不是说好了吗？雅雅归我。陈瘸子，做买卖讲究个价高者。要不你们2个报个价，谁出的价高，他就跟谁走，公平。你，雅雅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钱还没给呢，就想走啊？别办，魏明州。这要钱啊！我给你打逼头！这怎么打人了你们？这野男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不会是黑社会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知道强龙被压地头蛇吗？你敢来小河村闹事，你信不信我叫人来干死你啊？哼！周爷，这些人怎么处置？请您吩咐。他姓周，京城周家权势滔天，哪怕只是旁支边角，弄死我也比碾死只蚂蚁简单呀！哎呀，还强龙不压地头蛇？那我问问你，堂堂的周氏集团总裁，压不压得住你这地痞流氓？周氏集团总裁，你难道是那位手焰通天的大人物，周家家主周时宴？什么？他是周时宴？小贱骨头命真好，竟然有这样的机遇！10万彩礼，还你！多谢周爷，多谢周爷！拿了钱，你和林家就2清了。以后再敢纠缠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！你就是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了。刚才是谁给他灌的药？是他们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关我事啊！给丫丫灌了多少药？给我把被灌回去！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啊！都是我妈指使我的，都是她呀！大哥饶命啊！哎呀！周爷，这糟老头子怎么办？传播艾滋加骗婚，送警察局。走吧，地头蛇。周爷，我错了。周爷，饶我一命吧！周爷，周爷。后面的事就不要看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林小姐服下的打胎药剂量较小，并无大碍，只是她有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，加上受了惊吓，心绪不宁，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妈，你不是还有一台手术吗？你先去忙吧，雅雅这边我来照顾就好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您教训的对。等乖乖儿媳醒了呀，你可得好好表现，否则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。怎么这么亮？有那样穷凶极恶的家人，这小丫头该是湖水里泡大的吧？既然他们养不好你，那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。醒了。
这是煮的姜茶，还热着，喝一点吧。大叔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今天谢谢你，那10万的彩礼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哦，你我之间不必算得这么清楚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周实业，今年31岁，牛津大学金融系硕士，目前经营公司，收入稳定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。大叔，你……林雅雅，我们结婚。你要和我结婚？对，我想和你结婚。可你不是苏潘瑶的姐夫吗？哦，怪我没有跟你解释清楚，我和苏潘瑶的姐姐只是2家老人随口定下的婚约，做不得数。我跟她不熟，更谈不上感情了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看这个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误会大叔了。雅雅，你是我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女人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你也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嫁给我，我们一起养。我们才刚认识，而且我还要上大学。我明白，这个提议对你来说确实挺突然的，但你怀了4胞胎，需要人照顾，而且林家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照顾你和孩子的机会。如果你放心不下，我们可以秘密订婚，等你到了年纪，我们再领证。在此期间，如果你想分手，我绝不纠缠。让宝宝们在残缺的家庭长大，对他们的确不公平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有个条件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绝不推辞。我想继续上学。我想继续上学。他想要的就只是这个？这点你大可以放心，周家的媳妇儿从来都不是相夫教子的工具。你未来的婆婆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妇产科专家，我奶奶曾经也是世界级的武术冠军。雅雅，你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子，有自己的追求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我会用尽我的全力去托举你。19年来，从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。你个小贱！你别撕我的露脐斗真书！你别撕我的露脐斗真书！咱们家只要你弟一个上大学就够，你就别做梦，老实嫁人去，这就是你的命运。我的家人就把我当成换钱的商品，大叔和我非亲非故，却说会托举我的梦想。谢谢你，周先生。我可以吗？嗯。我要当爸爸了。什么？林雅雅竟然还要回来上学？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系主任说的，她只是请了1个月病假而已，根本没有打算要退学。这个穷鬼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连他乡下的弟妈都管教不了他。
等他回校，看本小姐怎么玩死他。行了，过来吃饭吧。这么多都是给我的？怎么，不合胃口吗？要不我让刘妈重做？不是的。来吃，这是哎。还想上桌吃饭？你胆肥了？滚出去！那才是你的位置。去，滚！胆儿大了，这个好吃，多吃点儿。好吃，这是来，再尝尝这个。这种有人关心、被人偏爱的感觉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怎么哭了？是不是营养餐太难吃了？不过这都是按照医嘱准备的食材，就算难吃，也多少吃一点吧。明天我让他们换菜单。不用了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这张卡你先拿着。我们两个才刚开始同居，你的喜好和习惯我不太了解，有很多不周的地方，要是有什么缺的东西，尽管拿去花，不用给我报备。不用了，我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。他还是觉得花我的钱有负担。你要知道，你怀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，我也是在对自己的孩子负责。那好吧，谢谢大叔。我回来了。行啊你，臭小子！雅雅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母亲。阿姨好。哎，谢医生。谢医生竟然是大叔的妈妈，这也太巧了吧。来这边。可怜的孩子，你在林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你放心，嫁进我们周家之后，谁都不能再欺负你，包括那个臭小子在内。谢阿姨，妈，雅雅还没答应嫁给我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说好了，先秘密订婚，等她年纪到了，我们再领证。也好，只要雅雅同意在我们周家养胎，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。刘妈，把我给儿媳妇准备的见面礼拿来。好的，夫人。这是老佛爷用过的满绿龙纹翡翠发簪，这是英国皇家公主的祖母绿皇冠，这条是克什米尔皇家蓝宝石项链，这是缅甸鸽血红耳环。公主，皇家。雅雅，见面礼还喜欢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。不行，谢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不算很贵重啊，区区几10个亿罢了。多少？
我一直特别想要个女儿，可惜只生了个臭小子，所以我就想要把全世界最漂亮的珠宝都买下来，等哪天有了儿媳妇儿，我就把她当亲女儿疼，每天都把她打扮成漂亮的小公主。哎，雅雅，你就圆了我这个心愿吧。啊，谢阿姨都这么说了，我还怎么拒绝？算了，就当以后给宝宝们用吧。谢谢阿姨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以后啊，周家就是你的家，你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跟刘妈他们提。我有家了。来，上完课记得回宿舍收拾东西，然后再去宿管办，把床位退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待会儿有个惊喜给你。怎么感觉大叔这是把我当女儿养了？什么惊喜？秘密。周先生，你学坏了。慢点跑。史燕啊，妈，您找我？林家人对雅雅的态度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怎么可能会有亲生父母舍得这样虐待自己的骨肉呢？您的意思是，这件事务必要好好调查一下。去查一下林雅雅到底是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，有什么消息立刻向我汇报。好的，周总。得罪了苏家二小姐，还敢若无其事来上课，她还真是心大。就是我们瑶瑶和她姐姐虽然是被苏家收养的，但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，苏家一直把这两个养女当亲女儿宠呢。李若雪，你疯了！瑶瑶一向很忌讳别人说她是养女的。对不起，瑶瑶，我算了，你去给她点颜色看看，我就原谅你。哦，好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哟，这不是未婚先孕的林雅雅吗？大着肚子还来上课啊，真不愧是学霸啊！惹了不该惹的人，你以为你还能安然无恙吗？我警告你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整你一次。哼，还真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哼！站住！给这位同学道歉。你谁呀你？胖得跟猪似的，多管闲事！你是不是也想找死啊？谁啊？他好像是咱学校的体育特长生，还是全国摔跤比赛的冠军呢。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给这位同学道歉。你到底道不道歉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再让我看到你欺负同学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同学，刚刚谢谢你。你好，我叫蔡欢喜。林雅雅，我知道你是那个金融系高考第1名的学霸。哎，我脑子笨，是靠体育特长招进来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帮我抓学习，我在学校罩着你，咱俩交个朋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想和我交朋友。好。尝尝这个，看看啊，再尝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离开林家后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。
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这节课来了一位新的客座教授，不仅名校毕业的，还是大集团的总裁，超级厉害。听说新教授又高又帅又多金，妥妥的禁欲系男神，好激动呀！哎，别说了，新教授来了。怎么是他？新教授居然是周实验，传闻中京城最厉害的狠角色，连续6年稳定福布斯前3的金融界大佬。学校领导能耐了，竟然能把这种金融巨鳄请来当讲师，顶级家世，顶级皮囊，不行了，快要被甩晕了。大叔说的惊喜就是这个，可他平时工作那么忙，是怎么抽出来时间教课的？我叫周实验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金融学教授。周总，这么晚来电，您有什么吩咐？苏校长，去京大当客座教授的事，我同意了。真的？那可真是天大的荣幸。可是之前向您发出邀约的时候，您说事务繁忙，怎么现在又……因为有个放心不下的人在京大。放心不下的人？就这么说定了，1个月之后我去授课。恭迎您大驾。大家把课本翻到第1章。哇，简直是知性恋天才！周教授好有魅力啊！我要沦陷了。新教授竟然是周爷，瑶瑶，你可要让他多多关照我们呀。是啊，这门课太难了，期末考试能不能让他给我们透题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就凭我跟姐夫的关系，期末咱们肯定都是满分。还是瑶瑶你厉害，不愧是苏家2小姐。林雅瑶那只野麻雀，拿什么跟你这只凤凰比？好，我之前布置过预习任务，现在开始进行抽查。抽查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我都没看。抽查什么样的墓碑啊？怎么办？糟糕，我一个字都没有看。我也是，不会这么倒霉被抽到吧？慌什么？周爷可是我未来姐夫，他肯定不会为难我们的。第一个问题，金融市场的类型。哎呀，不用看。中间那排戴白色发卡的女生，你来回答一下。白色发卡，那不就是苏盼瑶吗？姐夫怎么会点我呢？一定是距离太远，他没认出我。周教授，是我啊，苏盼瑶。我的问题是，金融市场的类型，不是让你自我介绍。金融市场的类型有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都回答不上来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旁边的2位同学帮你回答吧。金融市场是……老师布置的任务，你们当成耳旁风，这就是京大学生的素质吗？拿上书，出去罚站。凭什么？周教授，您这个要求也太苛刻了吧？京大本来就课业繁重，谁还有空预习？就是。是吗？这位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。金融市场的类型分为货币市场、资本市场、外汇市场、黄金市场和衍生品市场。不愧是学霸。非常好，坐。你太厉害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
大叔这是在替我出气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啊，好，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吧。林雅雅同学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雅雅，周教授为什么单独找你啊？你们两个认识吗？不知道啊。对了，欢喜，我今天就不跟你去食堂了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好吧。周教授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刘妈炖了营养汤，想让你趁课间的时候喝一碗，对身体好。来，谢谢。啊，我还准备了你们这些小朋友喜欢喝的奶茶，现调现熬的，来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谢谢周教授。好甜。周教授，校长让我来。对不起啊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有什么事吗？苏校长和各位董事为您办了欢迎会，派我来请您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，我稍后就到。好的。那个，您先忙，我先回宿舍收拾东西。好，那刚才那个吻就先欠着，等晚上回家再让你慢慢还。谁要还你了？放学我等你，一起回家。知道了。该死的林雅雅，让我在其他同学面前丢脸，此仇不报，我算什么苏家二小姐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动我的东西？凭什么？你自己闻闻，又脏又臭，还一股馊味，放在宿舍影响别人生活，知不知道？我的衣服都是亲手洗的，怎么可能会有味道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臭味？一整栋楼都是你的臭味，还让不让人住了？这该不会是你在乡下喂猪的时候穿的吧？臭成这样！哎，你是不是从来都不洗的啊？恶心死了，上面说不定还沾着猪屎，脏死了真是！就算真的有味道，你们也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啊！怎么了？你不服气啊？不服？那就去宿管主任那评理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李雅雅，我可是校长的侄女，整个京大都是我们苏家的，我就不信
宿管主任会向着你。带走，走了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何主任，您自己闻闻看吧，我们真没冤枉他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比臭水沟放3天的抹布还要臭！你快把它拿走！快熏死我了！现在的孩子呀，一个一个娇生惯养的，怎么还穿这么破的衣服啊？谁知道呢？兴许是从贫困县特招的吧。哼，再怎么贫困，个人卫生要讲的吧？这都多大的人了！好了，别吵了，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给我拿出去。那什么，这个情况我基本了解了，你们有什么诉求，说吧。林雅雅不讲究个人卫生，严重影响了其他同学，我们要求她立即退学。对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件衣服虽然是我的，但上面的味道和污渍真的不是我的，一定是有人诬陷我。这位同学长得白净乖巧的，穿的也整洁干净，不像那么邋遢的样子呀。对呀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老师们，你们可别被他骗了呀！林雅雅，你自己不爱干净就算了，还要污蔑同学啊！清大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学生啊？哼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何主任，林雅雅不仅有卫生问题，还随意污蔑同学。我们要求立即开除他。可清大也没有因为个人卫生问题而开除学生的先例。既然您处理不了，那我就只能叫我大伯来喽。差点忘了，这不是苏校长的侄女吗？二小姐，您坐。可以处理。您赶紧给二小姐给我道歉，快点！是啊。周总亲自莅临授课，我校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您是行业里顶尖的专家，有您指导，相信我们京大的学生一定能学到真东西。小姑娘怎么还不回消息？林雅雅，你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自行退学。这些衣服真的都是我一件一件手洗的。再说，他们几个未经我的允许就动我的衣服，这符合校规吗？得了吧，你刚刚的衣服大家都闻见了，明明就是奇臭无比啊！就是，我们不扔，难道等着被臭死吗？林雅雅，听见了没有？林雅雅，我劝你一句，以卵击石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人这一生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。还想参加高考，去外地上大学，我要不死你！去年我没能参加高考，今年我一定要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高考吧！考个屁！你弟弟跟人打架惹了祸，去顶罪去！走。为什么我拼尽全力想改变命运，却还是一次次受挫？难道我生来就该是牺牲品？哼！你以后想做什么，放手去做，我会用尽我的全力去托举你。不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我还有大叔，还有宝宝们。我要求调取今天下午女生宿舍的监控，如果没有人对我的衣服动手脚，我会立刻自行退学。但是如果有人诬陷我，我要求学校给我一个说法。你还想调监控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啊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大伯，我是瑶瑶。
周总以行业领军者的身份走进课堂，这彰显了新时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。这份格局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，大家鼓掌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有请周总为我们讲两句。周总真是年少周总好为啊！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的。喂，潘瑶，怎么了？喂，潘瑶，怎么了？大伯，这里有人欺负我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什么？在京大竟然有人敢欺负你？这是难道苏盼瑶又在欺负我们家小姑娘？放心，我马上过去。周总，感谢您百忙中来参加这个欢迎会，要不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。我不忙。苏校长要去哪里？有几个学生闹了点小矛盾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很好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好，请。林雅雅，我大伯马上就来，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不管今天谁来，我都坚决要求调取监控。林同学，调取监控可是侵犯他人隐私，更何况是女生宿舍这种隐秘的地方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说调监控就调监控啊！大伯，您可算来替我做主了。姐夫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是你要调监控吗？苏校长，5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这位同学要的监控，超时1分钟。明年修缮图书馆的投资，查，这就查。何主任还不快去呀？不能去！你疯了！你敢得罪周总，还想不想活了？大伯，你闭嘴！你有没有受伤？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大叔，你不问问怎么回事，就帮我查监控，万一是我不占理呢？在我这儿，你就是道理。监控考好了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林同学不讲卫生。平时在家装的乖巧，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恶。混账东西，还不快给人道歉！养女就是养女，苏家向来家风严谨，要是我亲侄女锦瑶当年没有走丢，肯定不会是这种教养。对不起，你的衣服我们会给你洗干净的，你原谅我们吧。我不原谅。没错，我是穷，我衣服是破，但这不代表我就低人一等，活该被你们欺负。所以，我选择不原谅。你们3个把整栋女生宿舍的地拖一遍，记大过一次，写万字检讨，去学校广播站朗读。什么？在全校面前念检讨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待在京大？这狐狸精到底给姐夫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这么护着他？林雅雅，你别以为你装可怜你就能攀上高枝。姐夫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一副装出来的青春给骗了，他其实是出去卖的，早就被玩烂了，肚子里怀了4个野种呢。和你说了，别叫我姐夫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怎么回事？他竟然连林雅雅怀孕都不介意，难道还想当接盘侠吗？我们走。走。等等，来，
先把地拖了，再回去写检讨。大伯，你这样让我受罚啊？那不然呢？苏家这些年把你给惯坏了，也该让你长长记性，认清自己养女的身份了。等我找到锦瑶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逐出家门。大伯，好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现在就自行离开苏家，不劳您费心。站住！大伯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哼，要不是当年锦瑶走丢，小妹落下心病，将这2个养女视作锦瑶的替身，百般宠爱，要不然我才不会认你这个侄女。不管怎么说，面子功夫还得做一做。要是真得罪了周时宴，一整个苏家都得给你陪葬。我知道了。哼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开煤矿厂的亲戚？之前想花50万买儿子来着。你的意思是，一个孩子50万，那4个就是200万。我就不信李雅雅的穷鬼爹妈能不动心。雅雅，你没听到苏派瑶的检讨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超级搞笑。本人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向林雅雅同学道歉，希望她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真是超级搞笑。对了，雅雅，听说那天周教授因为你发了好大一通火，你也老实交代，你们2个到底什么关系？就普通师生关系吧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周教授对你很不一样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没看到周教授看你的眼神？抓！什么火花？哪有啊？就是有。那可能是因为我是乡下来的吧，加上我成绩比较好，所以他才照顾我，纯属惜才。大叔对我只有责任，就算1年后真领了证，等将来他遇到真爱，应该也会离婚的吧。这段关系还是保密比较好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我真心觉得你们很般配来着。糟糕，我要迟到了。雅雅，我先去训练了，我们回头再说。那个慢点儿。我去国外开会，给你派了2个，有事记得找他们。在你包里放了奶茶和围巾，注意保暖。叶酸片记得吃，乖乖等我回来。小雅呀，你奶奶病重，赶紧回来吧。什么？奶奶生了什么病？啥时候了还问这些？奶奶可是咱家最疼你的人，你小时候生病，哪次不是她背你去诊所？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抓紧回来见她最后一面。奶奶！哎呀，小雅，你回来了！老林，赶紧把老鸭汤、乌鸡汤还有猪蹄汤给咱闺女端上桌，准备开饭。好嘞，走。怎么回事？林小辉竟然在擦桌子，爸居然系着围裙在做饭。奶奶呢？你不是说奶奶病重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小雅，我们骗你了。奶奶她好着呢，上午还下地干活了。我们就是想你了，想叫你一起吃顿饭。果然是在骗我。哎，等一下。小雅，之前是爸妈对不起你，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悔悟了，你就给我们个向你赔罪的机会吧，好吗？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人，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反正有保镖守着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。不如去看看他们又想耍什么花招。走吧。走。周野，去美国的专机已经在候着了，你要现在就出发吗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总觉得有些不安。林家的事查得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查到的资料，本来想等上飞机再呈给您看的。小夫人的确不是林家亲生的，是他们15年前在路边捡的。难怪林家会如此苛待他。雅雅应该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得想个办法提醒他，让他对林家人有个防备。夫人现在在做什么？派去保护夫人的保镖说，夫人刚刚接了个电话，就急匆匆地向小河村走了。小河村？她回那里做什么？闺女，你看看你瘦的，多吃点啊！还有这猪蹄儿，你爸炖的可烂乎了。姐，从今往后你可得使劲吃，千万别给家里省钱哈。对对对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们不是想毒死我吧？我先去趟厕所。啊，好。开煤矿场那个王老板，我觉得可以让他加价，50万就想买个大儿子，哪有那么好事儿？我给那个外贸公司的张老板也打个电话啊，让他呀请个假。我看行，4胞胎，每个孩子咱最低要70万，咱可就发了呀！他们竟然打我孩子的主意，这丫头上厕所怎么还不回来？看看去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我就知道你不老实！哼，还给我！不给！既然已经被你识破了，那我们就不装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乖乖的在家养胎。什么时候把那4个孩子给我生出来，什么时候我就放你出门。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连你都是我养大的，要是没有老娘，哪有你肚子里4个野种出生的机会？我就是把他们卖掉，你能咋的呀？把他带到里屋锁起来。走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肯定是老板们来看人了。小慧，快开门去！我的孩子有父亲，你们这样做，周时宴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呸！苏二小姐都跟我说了，人家周爷那就是跟你玩玩，其实早就厌烦你。苏盼瑶，是他在害我。嘿，这，你不会真的以为那个周爷会娶你，把周家的万贯家产都给你肚子里这4个小野种继承吧？你也不撒泼尿照着，嫁入豪门，你也配？怎么会有亲生母亲这样说自己的女儿？还不是因为你太自私，不肯为家里做贡献。妈，你快别骂了！我凭什么不骂？我连那个周时宴一块骂，把我闺女肚子弄大，1分钱也没给，真是他妈的天杀的玩意儿！哎呀，周时宴怎么来了？雅雅，过来。哎呦，完了！别怕，我来了。大叔，你不是在国外开会吗？怎么？这不是担心某只小白兔，所以把会议推了，回来了。不是说周爷已经厌烦他了吗？苏盼瑶竟然骗我！要钱是吧？我可以给你们，但你们要签一份断亲书，断绝和雅雅的一切关系。周爷，您这说什么话呢？小雅毕竟是我们的亲生闺女，对她非打即骂，当成商品售卖。她当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？周爷，再怎么说，小雅也是我们一手养大的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就是啊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要不要去医院做个亲缘鉴定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什么了？大叔说的对，再狠心的父母也不会这样对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与其一直被你们心险，不如我们断绝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们断绝关系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现在攀上高枝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就想跟我们断绝关系？
你这个不孝女，白眼狼！就算背上不孝的骂名，我也不想再被你们利用。这里有100万，拿走以后，不要再出现在雅雅面前。不行，不能给他们钱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花过他们什么钱，还一直给他们干活，根本就不欠他们的，凭什么给他们钱？再说，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100万能买多少尿不湿和奶粉啊？还是个小手残奴。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打算？什么打算？虽然没有卖掉4个野种赚得多，但有这100万也不吃亏。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同意你把他带走了。带走吧。要走的可不止我们。你什么意思？周爷已经按照您的交代，让警察过来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小河村派出所的，请问是周世燕先生报警称被人敲诈勒索了吗？敲诈勒索？警察同志，我们没有啊，这是他自愿给我们的，他自愿的。我们都是亲戚，没有什么敲诈勒索啊。对，刚才的交涉过程我全程都有录音，证据确凿。你们想抵赖吗？这雅雅，我这么对待林家人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其实你并不是林家琪，不是亲生的，果然样不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你是我15年前从大山上捡回来的。我要是当初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我就该让你活活冻死。我是你们捡来的，难怪这么多年我都得不到你们一丝一毫的关心，难怪不论我多么努力，在你们的眼里就只有李小辉，原来我根本就不是你们亲生的。那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！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要你，有娘生没娘养的贱人，还想着攀高枝呢！我呸！周时宴不过就是看中你能生罢了，等你卸货了，就等着周家把你扫地出门吧。警察同志，麻烦带他们走。放开我！放开！雅雅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大叔，我就真的这么不讨人喜欢吗？你这么好，怎么会不讨人喜欢呢？那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15年了，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？他们是不是不想要我？不会，我想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。你放心，我会动用一切资源帮你找到家人的，就算找不到，你也有我，还有宝宝。我给你一个家。大叔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如果最初的关心只是出于责任，可这段时间以来，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一次次在学校替我解围，还帮我寻找亲生父母，这些事情加起来，早就超过了责任的范畴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虽然我们的相遇是一场意外，但从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心动。与其说我是因为孩子才对你好，倒不如说孩子只是我想把你留在身边的借口。大叔，你……我知道我比你大了12岁，年纪大又死板，跟我在一起确实委屈你了，可我想把我能给的最好的全都给你。雅雅，我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情话，但一辈子很长，我的誓言
你可以慢慢听我说吗？大叔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买衣服啊。你是不是嫌我穿的土，给你丢脸了？又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看上次苏盼瑶把你的衣服都弄脏了，妈给你准备的礼服又不是很日常，所以就想带你来逛逛。他居然连这些小事都考虑到了。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接个电话。30万，这里的衣服是金子做的吗？怎么这么贵？苏二小姐您来了。林雅雅怎么在这儿？她不是应该被关在林家生孩子吗？林家怎么回事？二小姐，我们刚才得到消息，周爷把姓林的一家都送进警察局了。什么？姐夫真是太过分了！给你3分钟，让他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我让周爷开了你！啊！买不起就别碰，你以为是菜市场吗？挑挑拣拣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说话，怎么了？像你这种人啊，我见多了，不就是来蹭空调的吗？装什么装？赶紧滚！赶紧滚！石燕啊，今晚你带雅雅一起回老宅吃饭。爷爷听说了你俩的事儿，吵着要见孙媳妇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说着，住手！姐夫怎么也在这里？谁跟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？你是谁啊？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你是周总。你被辞退了，去人事部办离职。辞退？大叔居然是这里的老板。周总别辞退我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让我做的，我是被逼无奈呀，周总。把他们拉出去！吩咐下去，从今以后，周氏集团的产业不允许苏盼瑶再踏入一步。干什么？我可是苏家二小姐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拉出去！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周师爷，你为了这个狐狸精得罪苏家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林雅雅到底哪里好，竟然把姐夫迷成这样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拆散他们。有了，让司机过来接我，我要去见周爷爷。没有不舒服吧？大叔，这里的衣服我都不喜欢，要不我们还是去商贸城买吧，那里款式多，价格也亲民。这个年纪的女孩不是都喜欢奢侈品吗？她怎么只想着给我省钱？这里也有不贵的，再逛逛。要是真没有喜欢的，再去商贸城，可以吗？通知下去，博瑞广场今天所有品牌店吊牌价都降到1000元以内。周爷，咱们是要破产了吗？限10分钟之内。这条裙子多少钱？刚接到消息，今天全场打0.01折，这条裙子原价50万，现在只要500。你看，不贵吧？我把它包起来吧，还有旁边这几件都包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有1件就够了，我穿不了这么多。还有那边的几排包。哦，对了，我太太是 XS 吗？好的，周总。我是蜈蚣吗？背那么多包？知道错了。感谢周总惠顾，您购买的物品稍后会有专人送到府上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二位请看，这是在本店消费满一定数额之后会赠送的全球限量款内衣。林小姐方便报一下胸围吗？我帮您挑选一下。
我不知道我胸围是多少。不知道没关系，我帮您量一下吧，请跟我来。哇，林小姐，没想到你身子瘦小，竟然发育的这么好。姐姐，你小点声，外面能听到的。确实发育的不错，我家小姑娘天赋异禀。你这内衣穿多久了？这么小，可不能再穿了，看都把他们挤成啥样了。姐姐，你别说了。我太太现在是孕早期，麻烦给她拿适合孕妇穿的。周总，这款特别适合林小姐，材质柔软，不压迫胸部，除了情趣啊，什么都不添加。这种材质给孕妇穿真的舒服吗？哎，您放心吧，这个就是专为孕妇设计的。好啊，那就包起来吧。好了，男人那点小心思拿捏。爸，雅雅那孩子可乖了，有这样的孙媳妇儿，您就偷着乐吧。老董事长，夫人，苏家二小姐来了。今晚周家家宴，她来干什么？哎，我跟老苏头几十年的交情，分什么周家苏家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周爷爷，夏姨，哎呦，爷爷，你真的不管管你孙子吗？你说实验？他欺负你了？姐夫被狐狸精勾了魂，你要再不管管，他就要违背两家的婚约，抛弃姐姐去娶别人了。哎呀，你说那事儿啊，我知道你姐姐从小就喜欢实验，不过这婚姻呐是终身大事，需要两厢情愿，况且实验对你姐姐也无心，强扭的瓜不甜哦。就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件事情上啊，周家确实是有愧于你姐姐呀。有愧？有什么愧？跟实验有婚约在身的是苏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关她一个养女什么事？苏家这两个养女没一个好的，全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姐夫要是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那也就算了，可那林雅雅就是个在乡下喂猪的村姑，还有作风问题，哪配得上姐夫这样的高岭之花呀？你不说我孙媳妇很优秀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爸，别听他胡说。我怎么胡说了？肚子里怀着野种，还到处勾引男人，他都骚成啥样了？平时装的挺清楚，身上指不定有多少脏病呢。你等他的孩子将来长大，也得跟他一块去卖屁股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骂的是谁？谢阿姨，我说错什么了？你凭什么打我？苏家那样的书香门第，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粗鄙恶毒的养女？雅雅肚子里怀着的是我们周家的继承人，她才是我们周家唯一认定的儿媳。什么？雅雅怀的是周实验的孩子？这怎么可能？爷爷，我带雅雅回来看你了。苏盼瑶，怎么哪都有你？周实验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姐吗？你对得起苏家，对得起周爷爷吗？我和苏思锦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何来对不起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苏周两家有婚约，姐姐从被收养的第一天起就知道长大要嫁给你，她苦苦等了你那么多年，现在你却变心了，你不是负心汉是什么？都什么时代，她愿意遵循包办婚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退一万步来讲，如果真要遵守婚约，我该娶的也是苏家的真千金，可那位真千金在3岁时就走失了，至今生死未卜，苏家苦寻10几年没有结果，我应该等着吗？来人，送客。你们干什么呀？我不走！干什么呀你们？放开我！周家人疯了吧？还真想让一个村姑进门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哎
呦，姐，大事不好了，你快抓紧时间回国吧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慢慢说。哎呀，姐夫被狐狸精勾了魂，你再不回来，他连跟你的婚约都不认了。周时宴这样的男人，多的是女人觊觎，身边有几个红颜知己也很正常。哎呦，姐，你家都被偷了，怎么还不着急呀？我当时就跟你说让你好好看着姐夫，你偏不听，非要出国进修，立誓要做什么能与周爷比肩的女人。你说你这么努力干嘛呀？那周爷还不是跟一个刚上大一的女学生搞在一起，还把人家肚子搞大。什么？那个女人她怀孕了？是啊，4胞胎呢。哎呀，你快抓紧回来吧，不然那周家恐怕真要让他把4个孽种生下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周时宴，我为了你千里迢迢出国留学，可你居然背叛我！那个狐狸精的孩子，休想生下来！喂，大伯，我是思锦。啊，思锦啊，你在国外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想家。对了，大伯，您能在京北给我安排个职位吗？雅雅这孩子真讨人喜欢，怪不得能把实验拿下呢。好了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我扶您上楼休息吧。好，好。啊，对了，实验，我让管家收拾出一个房间，你和雅雅住一晚再走吧。哎，好的，爷爷。一间房，之前都是和大叔分房睡的，难道今晚要睡在一张床上吗？不过既然要做夫妻，那种事应该也是避免不了的吧。洗好了？洗好了。过来休息吧。睡吧。就只是睡觉？不好好睡觉还想干嘛？没什么，晚安。好好睡觉，别乱动。哦。我好想摸摸大叔的腹肌呀！趁我睡着偷偷摸我，看来还是作业布置的不够多。大叔，你肚子上有好多方块块，一定是生病了，我来帮你检查一下。讲句忘切，只看不摸可不行。那我就勉强摸摸吧。满意吗？满意。还有一块最大的。雅雅，已经3个月了，可以那个了，要不要？大叔，快点，再快点。雅雅，舒服。雅雅，醒醒！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
怎么一直说梦话？没有，我就是做了个噩梦，竟然梦到和大叔做那种事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什么。你的孕期激素不稳定，这样也很正常。你要真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。够了吗？那去洗澡吧。我先去上课，你过几分钟再下来。到底什么时候肯公开关系？每次跟你见面，搞得都跟偷情一样。还是说，小林同学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？谁喜欢了？我又不是不想公开，是你的身份太不一般了。要是被别人发现我们两个这样的话，那我在学校就没法安心上学了。好吧，关系可以不公开，但是订婚戒指必须戴着。我可不想让学校那些小狼崽子惦记。知道了。还好赶上了。这位同学，你不会以为你偷偷进来，我就看不见你了吧？苏老师第一天代课，林雅雅就迟到，这也太不把苏老师放在眼里了吧？那是林雅雅，怎么一段时间不见，变得这么光鲜亮丽了？傍上大款了呗！你们看她手上的钻戒，昨晚也不知道伺候金主到几点，真是世风日下。说，为什么迟到？路上堵车。堵车？你家里穷的连个电动车都买不起吧？堵哪门子车呀？自行车还是三轮车呀？对不起，苏老师，我下次一定早到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学校的规章制度干什么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原地俯卧撑50个，要么期末这门课挂科，你自己选吧。不过是踩点上课而已，这惩罚也太重了吧？你笨啊！林雅雅跟苏盼瑶结了仇，苏老师又是苏盼瑶的姐姐，当然要替妹妹出口气了。哦，原来是公报私仇啊！她就是苏盼瑶的姐姐，大叔之前的未婚妻。苏老师，你怎么这样？苏盼瑶，是不是又是你指使的？是又怎样？不服啊？苏老师，林雅雅同学又没迟到，您这么做，未免也太不讲理了吧？这是我的课堂，我想怎么罚就怎么罚，不愿意你出去啊。行了，别耽误大家时间了，赶紧选吧。以雅雅的性格，绝不可能接受挂科，可她身体又不好。苏老师，林同学身体不好，我申请替她做俯卧撑。我说过可以代替受罚了吗？既然你那么想帮他，那你挂科好了。挂就挂，别，我做。之前家里的苦力活都是我一手包揽，只是个俯卧撑而已，小意思。怀孕做50个俯卧撑，就算不能滑胎，也能让她胎小过我，还是紧急聪明。宝宝们别怕，妈妈会量力而行的。哎呀，起来。实验哥哥，好久不见。苏思琪，你不在国外好好待着，回来做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实验哥哥，我出国留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与你比肩。如今我已经拿到了学位证书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站在京北的舞台上。我已经准备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干什么。京大是清静学府，不是你任性胡为的地方。他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。他林雅雅迟到在先，我按照校规办事，有什么错？哪条校规规定踩点上课就得受罚？给你1周时间，哪来的回哪去，
不然我不介意让苏校长跟你们姐妹俩一起滚出京大。我们走。啊，我还要上课。这种没水平的课不上也罢。去找个空教室，老公亲自给你补。时任哥哥，我别看，这里应该是，所以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终于学完了。刚才讲的都听懂了吗？周先生讲的真是清晰易懂，茅塞顿开，真是妙哉妙哉。我讲的这么好，那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什么奖励？不行，这是在学校。怕什么？这又没人。那也不行，万一被人看到，我就没脸上学了。那什么，我跟欢喜约了去食堂，我先走了啊。周烨，您让我们调查小夫人亲生父母的事有着落了。怎么样？我们查到苏家15年前走丢的真千金，手腕上有和小夫人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。收集材料，送去做 DNA 鉴定。雅雅，我刚下课，5分钟后食堂见。姐，姐，周爷为了林雅雅，当着那么多人面落你面子，你就不生气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他好日子过。待会儿我把他引过来，你们2个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懂我意思吗？放心，交给我们吧。我保证让他哭着求饶。还得是你呀，姐姐。雅雅，快回家！食堂都快关门了，欢喜怎么还没到啊？雅雅，我在401教室，你快来。苏太瑶，你把手机给我！你这么做是会遭报应的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是我们的报应先到，还是你和林雅雅的死期先到？欢喜，你怎么了？你们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别动欢喜。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，还会装纯卖惨，难怪周实验会上钩。你这么做是为了周实验？实验哥哥正值壮年，身边有几个女人也正常，但你错就错在不该怀上他的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月份的孩子说流产就流产了，到时候周家问起来，我就说你耐不住寂寞，约了几个男同学在厕所乱搞，孩子不小心就没了。你这么做，周实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苏家跟周家可是世交，你肚子里怀着周家的子嗣，他拿你当块宝。你觉得你的孩子要是流了，周家还会因为你跟苏家撕破脸吗？哼，你们几个好好陪他玩玩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不要动他！你放开！你们会遭报应的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等一下，你怎么可能会有梅花胎记？你看到我女儿了吗？她手上有个梅花形的胎记。没看见。你看到我女儿了吗？她手上有个梅花形的胎记。你如果看到她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很有钱。你看到我女儿了吗？姐姐，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我饿。醒醒，快醒醒！
妹妹，你想不想去豪门过好日子？去豪门就有东西吃了吗？不仅有东西吃，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那我想去。小朋友，你看到我女儿了吗？她手腕上有个梅花形胎记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没看到。您看起来很伤心，这朵花送给你，以后有它陪着你，您就不会孤单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和妹妹便被苏家收养，被他们当作亲生女儿养大。可如果苏家知道苏锦瑶还活着，姐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苏锦瑶明明已经……哎呀，她明明被我们推下山坡摔死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还是林雅雅这个贱人！姐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苏家要是知道当年的事，肯定会把我们赶出去的。没关系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隔壁就是化学实验室，你去拿瓶硫酸过来。你是想毁了他的胎记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哼！放开我的手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把他给我摁住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别动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要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怪不得我了。你明明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们明明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，你一回来，我们的一切全都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没有机会懂啊！住手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雅雅，你怎么样？受伤没有？没事就好。以防万一，待会回家的时候，我还是让家庭医生给看一看吧。这里的所有人全部送到检察局，一个不漏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苏家千金，放开我！快给我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妈，你怎么到学校来了？我来看你大伯的。听说你们俩在这儿，我就过来了。妈，姐夫要把我们送到检察局，你快帮我们求求他呀！是吗？石燕，周苏两家可是世交，就算他们俩犯了什么错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给情面啊！好歹要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。我已经失去过一次女儿了，不能再失去他俩。如果我说，当年您走丢的女儿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背后搞，您还希望我放过他们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件事我调查了很多年，这是目击者的供词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简瑶是他俩推下山崖的，所以说，我的锦瑶15年前就……你很幸运，苏锦瑶还活着，没死。真的吗？那他在哪里？真的吗？那他在哪里？你是我的锦瑶，女儿，妈找的你好苦，妈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，
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别信他们的，他们都是骗你的。真正的苏锦瑶早就死了。闭嘴！姐姐，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养大你们这两个白眼狼。幸亏我的锦瑶没有死，否则让你们俩陪葬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和姐姐可是您从小养大的女儿啊！我才没有你们这么恶毒的女儿。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苏家千金，我不坐牢。女儿，自从把你弄丢以后，是我在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情。这些年，我没有一刻不再想念你，梦里都是接你回家的样子。你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，补偿这些年对你的遗憾吗？好。不愧是我的乖乖儿媳，只要稍微一打扮，就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。谢谢妈。啊，乖宝，你看谁来了？雅雅，遇见你之前，我的世界一片荒芜；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愿余生每一页都有你的名字。我想成为那个能让你卸下所有防备的人，给你我所有偏爱，可以成为你的退路和底气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用余生去践行刚才的誓言吗I got a ring， 看着你眼睛说我愿意，这颗心交给你。久等了，赵太太。只要是你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周先生，最盛大的承诺是用爱把曾经迷路的我们都宠回孩子模样。冬日寒风簌簌吹过，马上就会是温暖的春天。我从未如此相信，如此确定，谁会是我的宿命，直到了你降临。